大家好，我是坤。之前的攻略影片有同学在留言区跟我说，可以讲讲神通吗？神通这个东西有点难讲啊，大家的理解不同吧，我怕讲的不好被喷了。那今天还是来做一期影片，和大家聊聊飞升之前体修、法修的神通选择，以及在不同环境下的技能搭配吧。那话不多说 ，Let's begin。首先我是体修，先来讲讲体修的神通啊。在人界呢，通常是以右边这一条技能为主导。在飞升前成型的神通呢，就是4个攻击技能加2个法修的盾，但是有些提升过程中的细节还是需要再谈一谈啊。首先呢，开局无脑点右边，在点到这个天罡指的时候呢，花了一小点资源把擎天拳点到了19级，而且擎天拳还是有一些应用场景的，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聊。之后呢，一直点寒霜剑气，大约把它点到300多%的时候呢，我去做了一件事。就是我去这个法修的技能树点出了第一个护盾真元护体那不需要点太高，象征性的升一下级就好了。虽然体修的真元不高呢，但是拥有护盾还是能一定程度的增加你的坦度。在点出真元护体之后呢，一路升级寒霜剑气至69级，点出这个商阳剑阵然后商阳剑阵这个技能呢，40级是一个质变，大家可以看到攻击次数+1。也就是说，40级该技能可以直接增加1/3的伤害。在剑阵40之后呢，我去点了法修的第2个盾踏风咒。从此呢，我在多数场景就是一个4技能加2个盾的组合。然后体修在双盾上也不需要很大的资源倾斜大约39到49级就够了。那为什么双盾会对体修帮助很大呢？比如镇妖塔这个地方打到后面，你推到后面。你能明显的感受到什么呢？就是怪打你也是几下，你打怪也是几下。有时候除了闪避、会心这些运气成分，过关与否呢，就是差你护盾帮你多挨的这几下吧，可以很大程度的提高过关的几率那还有一些应用场景是用不上这个盾的，比如说神兽入侵以及这个宗门的镇魔深渊的时候你就可以把2个盾替换下来，换上穿云刺以及擎天拳。摆到技能最后的顺位就好了，在你没有技能的时候呢，做一个补助的输出的手段。那你会发现，把这个盾拿掉之后换2个小技能，整体的输出还是会高很多的。好，那稍微加点在拥有双盾之后呢，之后就是补充这个剑阵的伤害，以及在研习心得足够的时候呢，把这个天罡指点到60级。天罡指也是一个需要讲讲的神通它的研习拥有人界技能最高的加成。如果前期有研习的书的话，都可以给天罡指。大家可以看到，在60级研习+5之后呢，物理伤害加95%，法术加40%，整体伤害额外提高84%。点满后它有这个605%加124%法术的这个伤害而且还有破神。虽然只是一个4阶5技能，对这个体修来说算是这个前期的神级了吧。那其他技能研习呢，可以看看加个3%、1%的，差的真不多OK， 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体修在飞升前的成型搭配：39级焚心斩60级天罡指，69级寒霜剑气剑阵呢尽量点高，然后真元护体49级，踏风咒我目前是点到49那如果这个剑阵你一路点到个80左右还没有飞升的话呢，你也可以继续点这个踏风咒。那研习的话，优先给天罡指，之后呢应该可以给剑阵吧。然后神兽入侵、镇魔深渊的时候下盾，换上这个2个小技能补伤害。那如果你在飞升前你能解锁这个镇妖塔1350层的话，它会给一个这个临界神通大明王掌，也是一个增伤的，那也可以替换焚心斩，好吗？那我们现在来讲讲技能的释放顺序我这一套顺序呢仅供参考。首先释放顺序，我们假想我们在一个论剑的环境，上来剑阵加天罡指，2个群攻技能清掉对面的宠物，然后是大明王掌或者焚心斩增伤，接着呢是这个寒霜剑气控制，然后是3个高爆发的主动古堡最后是法宝。然后 PVE 环境我也是这么放的。关于技能顺序呢，我也不确定这样的合理度如何，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一起讨论给我一些建议，我也可以学习一下。
好，现在我们来聊一聊法修啊，因为我本身不是玩法修的，然后也对比了一些攻略，法修的选择呢是不止一种的，然后我这边就大概聊一聊，如果我玩法修的话，会如何升级以及选择神通。首先开局我会先点右边直到点出这个真元护体到39级，然后不急着点出踏风咒，前期靠真元护体以及2个左右的护盾法宝，也就是仪，来做一个保命手段。这里稍微提一下明目诀，对应体修的焚心斩点到39级就够了，但是法修的明目诀呢是必要点到40的，因为40有一个8秒加会心的效果，对之后技能的爆发相当有帮助。OK，真元护体39之后，我会转左边的神通然后就是一路拉到底了定身术点到39级，聚气归元呢点到可以升级3枚真火的最低限度这里我们先来聊一聊聚气归元这个技能对应体修的天罡指，在体修的天罡指是很核心的技能，但是法修这边在成型后呢不建议使用这个技能，原因是它的前摇过长，用漫画里的话说就是多余的动作太多了，在论剑或者真妖塔环境呢，这很容易导致法修出现断盾的情况，法修出现断盾的情况就很容易被秒所以这里建议大家这个技能只要点到最低限度让你可以后续继续升级下面的神通就可以了。当然在前期没什么技能选择的时候，可以先使用一段时间。OK， 接着说，聚气归元达到门槛之后，集中点3枚真火，点到69级，然后呢，我会选择把风雪之术先点出来然后呢，同时开这个踏风咒，因为解锁技能不升级的话，只需要神通要诀就可以了。大家在这个要诀富足的情况下呢，随时点出踏风咒就好了，然后象征性的升一下，前期需要的资源也不多。然后这边要说的就是风雪之术是前期这种加点方式最核心的输出技能，所以需要尽量拉高，并且呢在60级形成攻击次数+1的质变，然而体修的剑阵只要40级就+1了，所以相对来说它的门槛会更高一些。我会在点出风雪之后呢，先全力将它升到69级以上，再慢慢的去把这个踏风咒也拉一点上来。然后在沿袭的选择上呢，我会先给这个真元护体+1，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1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加会心的效果，然后剩余的沿袭呢，全部砸在风雪之术以及踏风咒上当然风雪的优先级要大于踏风。好，那么这里也来总结一下法修在飞升前的成型搭配我会选择40级的明目诀增伤，39级定身符控制，然后是69级的3枚真火，风雪之术呢起码69级，并且尽量升高，然后搭配2个护盾，其中真元护体到49就够了踏风呢，在风雪之术你需要资源太多的情况下，你也可以适当请一些资源来升级。同理呢，在神兽入侵以及镇魔深渊这种纯输出不需要吃伤害的环境可以下盾换上2个这个输出技能来补伤害。OK，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讲法修如何这个安排技能的释放顺序首先，同样假想我们在一个论剑的环境上来先明目诀增伤，加上这个风雪之术群伤的都是保证清掉对面的宠物，然后呢是这个定身符控制。然后接这个3枚真火，然后呢就是3个高爆发的主动古堡，最后是法宝。至于法宝之中有双盾之后还需不需要做仪来补盾呢？大家可以具体游戏中的体感而定，好吗 ？OK， 那这期影片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一个神通的相关理解吧，是否合理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我相信一定是有的，希望大家在有不同想法的时候也可以包容我，不要骂我。那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一起讨论自己对神通的理解和想法，给我一些建议，让大家互相交流吧。如果你喜欢我一念逍遥的影片呢，也希望你给我点个订阅，我很想要你们的陪伴。那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